把自己当做礼物送给你，喜欢吗？放心吧，在陆公馆就检查了好几遍，肯定都带齐了。忙活这么久，总算是快入住了。我是在期待。姐姐，你都不知道，为了能早点和你一起生活，这段时间我有多辛苦。那太好了，既然这样，入住那天我们干脆在家办个庆祝会吧。没错，就我们2个人。不用太隆重，我们可以互相赠送小礼物，然后拍些照片，把入住第1天记录下来。对了，也别出去吃了，我让人送晚餐来，到时候我们坐在阳台，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共进晚餐。这几幅还不错，我们带去新家吧。先放在这儿吧，之后我让温晨装裱好后收起来。这个呀，离画完还早，到时候再说吧。先别管那个啦，说点正事，来看看这个。我简单设计了一下。这间屋采光特别好，我设计成了卧室，再把这面墙改成玻璃幕墙，这样视野开阔，一眼就能看到外面的景色，不论清晨还是落日，我们都不会错过。然后是衣帽间和卧室相连，用隐形门隔断，这样既保留了卧室的完整性，又很方便。还有书房。我想过了，我们总是遇到得在家里处理工作的情况，所以就在这儿摆上书桌吧。晚上工作间隙，一抬头就能看见窗外的月亮，心情也会放松很多。笑什么呀？那现在听我说了这么多，你觉得怎么样？卧室的设计已经很精巧了，我担心再往阳台添置物品会显得复杂，不如化繁为简。怎么了？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哦，既然这样，要不然你来改改设计稿，把它完善成你想要的样子。是啊，这是我们共同的家，我不想让你将就。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一起解决。我不是担心那个。算了，这事不急，我们先上楼吧。今天的任务还不少，卧室和衣帽间都得收尾，书房也没整理完。啊，那你玩的不开心吗？好好好，我答应你，今天绝不捣乱。我知道你最近在焦虑阳台的事，所以就帮你分担一些别的。走吧，进去看看。都是以前的东西，你怎么像第一次见到一样？啊，你现在才觉得真实吗？我们可是准备好一阵子了。是吗？哪儿放松了？我看你还有一大半心思放在阳台上呢。跟我说说吧，到底是什么在困扰你？原来是在纠结这个。我倒有一个办法，说不定能帮你想明白。原本打算用来装饰房间，没想到真派上用场了。把我的办法告诉你啊！以前缺乏灵感的时候，我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作画。不止呢，画法、绘画工具、参考物的选取，总之尽可能和以往做出差别。举个例子吧，先帮我把袖子挽起来。最简单的，以手指为画笔，把皮肤当作画纸。不试试怎么知道？可不是谁都有机会在我身上作画的，你要好好把握哦。嘿嘿，来吧。原来，被人在身体上画画是这种感觉啊，有点奇妙。
别光顾着说话啊，继续啊。痒。我以前在翡冷翠的时候，尝试过人体彩绘。当鲜亮图案在人体变为流动的色彩，仿佛也拥有了生命的时候，我作为创作者，也会因此激发出灵感。是不是和现在的情况有些类似啊？是啊，现在作为被画的那一方，因为不知道最后会在我的皮肤上看到怎样的效果，所以在期待和想象中，我也会被激起创作欲望。怎么停手了？该不会是被我这一番感悟给唬住了吧？重要的是在绘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什么，而不是结果。再说，不管画的怎么样，都只有我能看到，你就大胆的继续吧。这花还挺生动的。什么？你是说加入一些动态的元素？啊，那倒是可以试试流水景观一类的东西。我让人送些过来，我们选一选。嗯，还是有点痒。知道了，这就去。别光顾着我。你的衣服也弄脏了，快去换一件吧。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怎么就穿个吊带坐在这儿？衣帽间温度有些低，小心感冒。应该是搬家公司送错了。我本来打算把另一幅画挂在衣帽间的。
这样就行了。怎么了？这幅画的名字叫《乐园》，灵感来源于很久之前我听说过的故事。据说在世界的最西边，一个地图之外的地方，有一座名叫乐园的岛屿。那里终日被迷雾围绕，通过一条河流与外界相连，如果刻意去找，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唯一前往乐园的方式是被岛上的精灵邀请。被你猜到了，我的确是去过，不过那都是我上大学时候的事了。其实很多神话故事里的神秘之地都能找到原型，我也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向西出发。当然没有啦，可能因为我不是被精灵邀请的幸运儿吧。不过在故事里，抵达乐园的人将获得永恒的快乐与安宁。是啊，毕竟不是真实的地方，在故事里也只有模糊的形容。要是画出来不合心意，反而让人失望。我想，虽然故事里岛屿外终日被迷雾围绕，但岛上一定碧空万里，就连河流的尽头也能看到。岛屿由树木指引出一条小路，沿路大概会漂浮着花果清香吧。然后沿路往前走，就会在尽头看见邀请人们上岛的精灵，他们会赐予旅人祝福。是啊，如果真的有乐园，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那里。真的吗？哪怕只是一个想象，你也会陪我去寻找？既然约定好了，那是不是现在你就可以陪我完成一个想象？是一个比起乐园更加真实、更加触手可及的想象。那幅原本应该挂在衣帽间的画，是我对未来的期待。你不想知道我画了什么吗？等我一下。这是我为你设计的。把头发别起来吧，再把首饰都摘下来。
然很合适。画里就是这个场景。画里就是这个场景。以前作为模特或女伴的你也试过一些衣裙，但那些相处的瞬间只能发生在特定情境里。我希望这些事全都延伸成你与我的日常。可多了，比如我想在每天出门前和你一起挑选衣服。姐姐，你不会真以为那能算挑选吧？其实有时候留宿在你家，我会觉得有点苦恼，因为衣柜不算太大，只放你的衣服还好，但加上我的就塞得满满当当了。所以我只在你那边放了一些基础款，但要是想换个风格出门，就没什么合适的了。总不能让你大费周章的换个衣柜吧？而且就算是有这种小苦恼，我也想每天都和你窝在一起。以后每个早晨，我们都为彼此搭配衣服吧。那我帮你换。接下来是不是该整理书房了？有灵感了。画架。所以，阳台的设想是想和我一起完成的事。行，那我让温晨先把东西送来。二少爷，怎么了？温晨，我们在新房，你帮我准备几盆精巧的盆栽和室内流水景观。听他的，然后把我的画架以及何印预备推出的那套花园系列家具里的吧台送过来。何印之前邀请了国内外知名家具设计师共同打造的家具系列，目前还没上市。别的事，你有秘密瞒着我？啊，我知道了，该不会是想给我准备什么惊喜吧？哎，你怎么还耍赖啊？
没关系的，律师小姐，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明白了。到底是什么呀，值得你这么神神秘秘的？姐姐现在还不打算揭秘吗？既然是送给我的惊喜，就别让我等了，我的胃口都被你吊起来了。我？当然有了，但我也要先保密。你要是不告诉我，我就不放手了。早就等不及了。这是是无花果的香气，还带有一点椰香。这一定是个无忧无虑的好地方，而我将和你一起生活在这里。为我创造。我们还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决定一起生活的那一天？这是这个先保密，画好了再给你看。倒是你进步很大嘛，看来我这个老师教的不错。为什么要添座木屋？哎，有谁？我和你吗？啊？难道姐姐不想和我一起生活吗？
不开玩笑了，说正经的，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吗？虽然没办法住在画里，不过我们可以在魏明市选个你喜欢的地方一起生活，只有我和你，你愿意吗？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我。你答应我的时候，因为害羞有些脸红，我觉得你实在太可爱了，忍不住把你抱起来。其实，我本来想从长计议，也制定了不少计划，乐园就是计划的一部分。一开始，我打算画完之后，借机向你提议一起生活，向你展示这幅画，告诉你背后的故事，然后对你说：“哎，这是个好地方吧？想不想和我一起生活在这里？”我当然知道找不到了，所以和我一起打造一个只属于我们的乐园吧。但是那天听到你说，你也想过和我一起生活，那一刻，我曾想象过的关于我们未来的碎片，全部都串在一起。比如晨起看日出，夜里听浪鸣。我想和你彼此陪伴，直到尽头。一想起这些，我就再也忍不住了。你知道吗？哪怕只是细枝末节的小事，都不是在我们决定一起生活后，我才开始想象的，而是更早，甚至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根植在我心底了。乐园本来只是一种象征，但现在你把它变成了现实。你是邀请我上岛的精灵吗？哎，对了，是不是轮到我送礼物了？当然，不过忙了一下午，你也出了不少汗，先去泡个澡放松一下吧。应该刚好合适。所以不回家了，今晚就入住吧。惊喜和礼物都有啦，这不就是庆祝吗？再说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也不忍心让我这么晚还开车挪地方吧？那就这样决定了，你先泡澡吧。我去包装礼物，等你洗好了，就直接来衣帽间找我吧。
我在这儿呢。哈，被你找到了。礼物不就在你面前吗？我把自己当作礼物送给你，喜欢吗？别提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挨个试下来，竟然没有一套合适。然后我就听见你已经收拾好了，只好匆匆套上原本的衣服，稍微整理一下，就躲在这儿等你。所以，这是喜欢的意思啦。那么这位女士，以后一起相处的日子里，你一定会好好对待我这件珍贵的礼物吧？你想怎么拆？记好了不也得拆嘛，多费事啊！是你自己这么做的，现在可别冤枉我。怎么了？不继续了吗？啊，这么喜欢揉我的脑袋。你好吧，反正我是你的私人专属，你想怎么样都行。只是拆得太慢，礼物也会等不及的。快帮我解开啊！
看什么呢？怎么连鞋也不穿？地上凉。这也太巧了。不论哪里，就算前路无尽，而我们只能在船上度过余生，都没关系。只要是和你一起。你来了，礼物我已经藏好了，快来找找。靠近一点儿，我把礼物藏在了更隐秘的位置。啊，这么喜欢戳我的脸吗？要不要再亲我一下？啊，这么喜欢戳我的脸吗？怎么一来就捏我？啊，这么喜欢戳我的脸吗？怎么一来就捏我？这就没耐心了吗？啊，放心，你一定会喜欢的。靠近一点儿，我把礼物藏在了更隐秘的位置。我有些好奇，接下来你会做什么？你能感受到我现在的心情吗？你能感受到我现在的心情吗？你能感受到我现在的心情吗？我有些好奇，接下来你会做什么？你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那快开始吧。慢慢来，礼物又不会跑。感觉也不错。感觉也不错。别总盯着了，又不是没见过。感觉也不错。感觉也不错。别总盯着了，又不是没见过。惊喜还在后面。牵我一下就给你提示，怎么样？像现在这样可找不着，再大胆些吧。要不要换一遍脸捏啊？你的手指有些凉，你好像很喜欢我的眼睛。
要不要换一遍脸捏啊？你好像很喜欢我的眼睛。你好像很喜欢我的眼睛。怀疑我把礼物藏在这里了。那凑近找找吧。怀疑我把礼物藏在这里了。那凑近找找吧。怎么还扒拉上衣服了？怀疑我把礼物藏在这里了。那凑近找找吧。想要提示，是不是该贿赂一下我？想要提示，是不是该贿赂一下我？现在停下也太……这么心急，那要不要我给你一点提示？你似乎特别喜欢这里。你似乎特别喜欢这里。你似乎特别喜欢这里。感觉还不错吧？感觉还不错吧？痒，别逗我了。我要是再躲开，你会做什么？痒，别逗我了。我的心跳得很快吗？我的心跳得很快吗？你靠过来，是想听见我的心跳吗？留下痕迹的话，你会补偿我吗？别担心了，这点痕迹不会留太久。只是抚摸我的脸，可什么都找不到。我当然喜欢这样。找不到礼物就伺机报复吗？找不到礼物就伺机报复吗？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不需要找理由，我不会挣脱的，放心吧。你好像有些紧张。你好像有些紧张。你似乎特别喜欢这里。你似乎特别喜欢这里。想看什么？干脆大胆的看吧。留下痕迹的话，你会补偿我吗？会留下痕迹吧。被人看到的话，我该怎么解释？今天的你似乎格外大胆。你靠过来，礼物好像藏不住了。你喜欢这份礼物吗？你看，我背后的蝴蝶结还系得好好的。要不然你松开我，我带你去找礼物。要不然你松开我，
我带你去找礼物。这里离礼物还远着呢。你害羞了，是因为我的反应吗？衣服皱了，这种小事就别在意了。衣服湿了吗？可能是这里太热了，想在这儿仔细找，那属于额外的礼物啊。衣服湿了吗？可能是这里太热了，没关系，我喜欢你留下的痕迹。礼物明明不在这里，继续吧，礼物还没找到呢。礼物明明不在这里。这算是你留下的印记吗？别挪开目光，看着我，一直别挪开目光，看着我，一直。怎么这种表情啊？我脸上有什么吗？怎么这种表情啊？我脸上有什么吗？怎么这种表情啊？我脸上有什么吗？别挪开目光，看着我，一直。我好像可以在你的眼中看见自己。你好像不仅仅是在找礼物。你好像不仅仅是在找礼物。都找到这里了，你也应该会想到后果吧？等等，都找到这里了，你也应该会想到后果吧？没关系，我喜欢你留下的痕迹。衣服皱了，这种小事就别在意了。你害羞了，是因为我的反应吗？衣服皱了，这种小事就别在意了。你是不是应该也给我一点回礼？这算是你留下的印记吗？这算是你留下的印记吗？这算是你留下的印记吗？都找到这里了，你也应该会想到后果吧？你看，都找到这里了，你也应该会想到后果吧？都找到这里了，你也应该会想到后果吧？衣服湿了吗？可能是这里太热了，想在这儿仔细找，那属于额外的礼物啊。衣服湿了吗？可能是这里太热了，没关系，我喜欢你留下的痕迹。
衣服皱了，这种小事就别在意了。你害羞了，是因为我的反应吗？衣服皱了，这种小事就别在意了。要不然你松开我，我带你去找礼物。要不然你松开我，我带你去找礼物。你看，我背后的蝴蝶结还系得好好的。要不然你松开我，我带你去找礼物。怎么这种表情啊？我脸上有什么吗？怎么这种表情啊？我脸上有什么吗？我好像可以在你的眼中看见自己。怎么这种表情啊？我脸上有什么吗？那接下来就是拆礼物的环节了。这里离礼物还远着呢。衣服皱了，这种小事就别在意了。都找到这里了，你也应该会想到后果吧？你好像不仅仅是在找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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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物还没找到呢，你就要走了吗？你来了，礼物我已经藏好了，快来找找。要不要再亲我一下？怎么一来就捏我？要不要再亲我一下？我有些好奇，接下来你会做什么？我有些好奇，接下来你会做什么？不用考虑的这么仔细，你想从哪里开始都可以。慢慢来，礼物又不会跑。想要提示，是不是该贿赂一下我？怎么还扒拉上衣服了？怎么还扒拉上衣服了？怀疑我把礼物藏在这里了。那凑近找找吧。你似乎很清楚我的弱点在哪里。你喜欢我的示弱吗？你喜欢我的示弱吗？你好像很喜欢我的眼睛。你的手指有些凉。
别总盯着了，又不是没见过。别总盯着了，又不是没见过。就这样，怎么可能找到？再靠近一些吧。这么心急，那要不要我给你一点提示？感觉还不错吧？想看什么？干脆大胆的看吧。想看什么？干脆大胆的看吧。找不到礼物就伺机报复吗？我要是再躲开，你会做什么？痒，别逗我了。别担心了，这点痕迹不会留太久。别担心了，这点痕迹不会留太久。会留下痕迹吧？被人看到的话，我该怎么解释？我当然喜欢这样，只是抚摸我的脸，可什么都找不到。我不会挣脱的，放心吧。你好像有些紧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礼物好像藏不住了。你喜欢这份礼物吗？没关系，我喜欢你留下的痕迹。没关系，我喜欢你留下的痕迹。要不然你松开我，我带你去找礼物。都找到这里了，你也应该会想到后果吧？这里离礼物还远着呢。没关系，